所以你看，尼坦雅胡他讲这些话，就代表什么？代表川普你晚上不要睡觉，你会背脊发凉，你知道吗？你叫我不要打是吧？我就是要打给你看。从和平协议要签署前到现在84次违反协议，好了，就算前面没有违反好了，可是刚签好你就又打了，而且4个人死掉。我跟你讲。尼坦雅胡现在已经变成什么？他已经变成川普的梦魇，因为什么？他要选下一届的总理，他才不管你什么贪污缠身，我不管这些，我一定要选的，不然我政治生命就结束了。所以我很知道怎么样面对白宫。好，观众朋友，今天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等一下再来看。好，我们先来关心到的是这个美国总统川普14日迎来他的80岁的生日了，在这一天，他特别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大谈美伊的议题。不过呢，非常罕见的事情是，川普这个时候呢，先夸习近平，还夸了普丁。他说，习近平是十足的绅士。并且他也说呢，感谢习近平和普丁在这一次有关于美伊战事当中，美军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是没有插手去干涉的。一方面赞美这2位领袖，另外一方面则是痛批纳坦雅胡。他说啊，纳坦雅胡真的是极其难搞，差点要破坏了美伊的和平协议。除了在他生日这一天接受专访大骂纳坦雅胡之外，他在出席 G7 的会议的时候，直接也在公开场合上面来批评纳坦雅胡。我们来看到他说了什么。他说呢，他非常的不满意以军近期针对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这一场轰炸攻击。他认为说，纳坦雅胡在黎巴嫩的问题上面应该要更负责任一点啊。而他也语出惊人的说了，真主党的问题接下来不该由你以色列来解决，问题应该要交给叙利亚来特别做对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 CNN 针对了川普的这一席话做了一些的分析，有关于黎巴嫩的问题，是不是川普想要这么做 ？CNN 说，不论是川普希望黎巴嫩南部部署叙利亚的军队，还是由叙利亚军队直接强行切断武装补给线，这2种方法都已经引发了关注，尤其黎巴嫩的内部其实是很紧张的。为什么黎巴嫩会紧张呢？其实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当年的历史。1976年的时候，黎巴嫩内战爆发，叙利亚当时的军队是以维和的名义正式的进入到黎巴嫩的内部。但是呢，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叙利亚的军队还是没有撤离，被视为是长期的一个军事占领。再来就是在这个期间，爆发了数千起的失踪跟死亡案件，让黎巴嫩到现在仍然是无法抹灭当时的集体创伤。所以，有关于接下来叙利亚或者是以色列如何控制黎巴嫩的问题，成为当地民众也非常关心的议题。在此时刻，我们看到伊朗外长，我们也知道即将美伊的 MOU 会在19日这一天来正式的谈判，并且签署。在这之前，伊朗的外长再次的对川普喊话了，他说有关于黎巴嫩的问题呀，战争的一边分成的是美国跟以色列，另外一边分成的是伊朗跟真主党。所以今天如果以色列继续的占领或者是攻击黎巴嫩，就等同于违反了美伊之间讲好的 MOU 临时协议。呛瞎说美国，所以你有责任要去约束好以色列。我们也看到近期川普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转变。他先前对于伊朗的话呢，这个是非常的强硬的，不断的批评，并且痛诉说他接下来呢要去打倒伊朗的这一些高层哦。但是现在呢，他怎么去形容态度180度的大转弯？他说呢，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也就是新任的最高领袖小哈米尼是可以沟通的务实主义者，这个态度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川普一下子战胜习近平跟普丁，那又一下子怒批纳坦雅胡极其难搞，是美伊的铁杆情谊出现了裂缝吗？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说这些话呢？那川普也意识到伊朗不会在黎巴嫩的问题上面让步了吗？接下来会如何做发展？苑老师怎么看？这个一点都不意外。我比较意外的是，伊朗提出了这14条，然后美国同意了。
啊，我真的是比较意外，因为我会觉得说，我所认识的美国60多年下来啊，从来没有服过软，也没有认过输，更不要说是拿出3000亿啊，什么战后重建啊、赔款啊什么的啊，这个我都没有见过。这14点当中的话呢，大家可以说是因为现在很好检测到哈，那么我就分成3个情况来讲啊，就是我讲的比较阴谋论一点的。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我说句良心话，这个川普的话呢，真的是有一点傻。他原来的话呢是想要做的学这个委内瑞拉的模式啊，就一下子把伊朗啊这个政权更迭以后啊，就是又取得了一个大胜利，然后捞了一个大油田，然后这个一切的算盘打得很好，所以说这个以色列总理啊纳坦雅胡啊叫他跟着干，他就跟着干了。美国前面几个总统，从这个小布希开始，到这个克林顿，到小布希、奥巴马啊，甚至连这拜登，就没有一个人没有被纳坦雅胡忽悠过，没有一个人中计，那只有他现在中计。所以说他现在突然呢，就是自己退下来的话呢，代表非常严重，就是说中东地区不但是只有以色列当霸王，伊朗也获胜了，大获全胜，这是第一点了。那以色列当然非常不爽。第二点的话呢，这个以色列的话呢，他自己纳坦雅胡目前面对以色列的压力非常大。我们在这个节目中讲过很多次，以色列跟美国之间有亲属关系，但是到底谁是爹谁是儿子，现在我还真的搞不清楚。我一直认为以色列是爹，那现在他讲说哇大骂啊，你这个家伙的话用脏话骂，没有判断能力，那听起来好像骂得很凶啊。但是我要讲第3点了，大家知道以色列是这么好欺负的吗？以色列有3招啊，第一个就是进攻黎巴嫩啊，对不对？然后川普说，哎呀，可以交给叙利亚，黎巴嫩都吓死了，因为一个地狱掉到另外一个地狱里头啊，对不对？就被打得一塌糊涂。那第二点的话呢，这个纳坦雅胡现在他自己有生存的压力啊，生存的问题他是无所不用其极啊，那纳坦雅胡会干什么？就把所有的黑资料全部拿出来啊！大家不要忘了，那个川普很怕他的那个罗利岛的事情啊，爱泼斯坦的案啊什么的一大堆。然后第3点的话呢，你认为美国的犹太财团，纳坦雅胡只要一讲说，我双手一摊，我们以色列建国1948年到今天完蛋了，全部被伊朗人吃掉了。你认为以色列人这么好对付的吗？任何人在美国，你不用去美国你也知道啊，这个事情远远没有结束。所以现在其实呢，有关于这个中东局势，接下来会由谁掌管？其实呢，如刚刚岳老师带我们看到了，其实黎巴嫩自己也很紧张，是不是会从一个深渊掉进另外一个深渊？因为川普说的，接下来由叙利亚来接掌真主党，来去处理有关于真主党的事情。那重点来了，这个伊朗会同意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吗？那申委员又怎么看？对，我想其实以色列已经给了川普这样的建议一个回答了吧？就是川普其实在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他的脸被以色列也打肿了很多次了。就他每一次都在讲说黎巴嫩要停战全线停火，可是从来以色列都没有买过单所以以色列这次一样照样没买单，他说没这回事，以色列自己打，不管是针对黎巴嫩、叙利亚或者是加萨，以色列都不会停手。所以很显然的，这个以色列又再一次的打脸了一次川普。那么就如同刚才岳老师讲的，到底谁是爹谁是儿子这现在大概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见证的机会了那么当然老爹骂儿子不无可能，那么儿子背弃老爹也或许会发生。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看川普对以色列究竟有多少约束的能力那么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什么？现在关键问题是，当然川普为了他自己因为对政治人物来讲，最重要就是2种票，不是选票就是钞票。钞票就是刚才这个岳老师讲的，以色列的这个锡安主义分子，他们长期以来这种极右派的犹太势力，一向是美国政客的最重要的这个政治现金的来源什么这个以色列公共政策委员会向来捐钱不手软的。那么，所以美国大部分的政治人物，我要讲不只是共和党、民主党是一样的，通通都被这些极右翼的这个犹太的团体给绑住了。但是关键问题来了，钞票很重要，可是如果没有选票的时候，有再多钞票，你的位置也保不住了。所以现在很显然的，对川普、对很多美国的政治人物来讲，他们已经强烈的感受到美国国内对于伊朗这场战争的不正义、这个不正当，他们的这种反弹的情绪。更不要讲到说，美国的国内的民众对于以色列在过去这段时间为所欲为
这个任意的进行种族这个灭绝这样的做法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是到了一个临界点了啊。那当然，川普率先在这个临界点上直接表态了哦。但是关键问题就来了，就是川普这样的表态，以色列不买单。那么整个的这个中东的情势要怎么走呢？不外乎只有2种可能了。第一种可能就是川普就当着没看到、没听到，双手一甩，再也不管了。你以色列要怎么打是你以色列的事，反正我就一直骂你，就说你背弃了这个我的这个劝告哦，你这个死性不改，这是一种。那就让以色列跟这个伊朗分个你死我活了哦，因为以色列这样持续的打下去，伊朗不会袖手旁观的，伊朗一定会出手再打的。第二种可能就是美国要不要介入了？美国介入是要帮以色列，还是要帮伊朗去拉住以色列？这到底是哪一条路？其实这对美国来说都是一个很难选择的这个抉择哦。所以其实中东的这盘棋到现在为止，表面上看起来是画下了一个这个逗点哦。但是你说这个故事会不会这个戏会不会继续唱下去呢？这个戏当然会继续唱下去啊。从原本的一个叫做不算停战的停战，到现在一个没有共识的共识哦，那继续不断的在撑这个歹戏拖棚。那么接下来就要看这盘棋里头的3个演员要持续怎么演下去了。好，这个戏会不会继续下去？现在看起来是会继续下去的。原因是呢，纳坦雅胡他已经最新表示了态度强硬的。17号这一天受访，在耶路撒冷这边举行记者会的时候，他说呢，战斗尚未结束。好，他已经给出了答案。他说呢，以色列将会持续的来进攻，攻击黎巴嫩、加萨跟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不受到任何协议的约束。这句话更重了，他直接说呢，为了以色列的安全利益着想，我知道如何对白宫保持坚定的立场。好，意思就是说，接下来美国不管说什么，他都会保持他认为是对的一个立场。那确实，我们看到在16号这一天，以色列又再度的对黎巴嫩发动了空袭行动，造成4人死亡哦。伊朗再次的扬言说，再打下去的话，他会做报复，并且他也说了，自美伊达成了停火到现在，以色列方面单方面就违反了协议高达84次，真的是拦不住以色列吗？干哥怎么看？所以你看尼坦雅胡他讲这些话，就代表什么？代表川普你晚上不要睡觉，你会背脊发凉，你知道吗？你叫我不要打对吧？我就是要打给你看。而且从和平协议要签署前到现在84次违反协议，好了，就算前面没有违反好了啦。可是刚签好你就又打了，而且4个人死掉。我跟你讲，尼坦雅胡现在已经变成什么？他已经变成川普的梦魇，因为什么？他要选下一届的总理，他才不管你什么贪污缠身，我不管这些，我一定要选的，不然我政治生命就结束了。所以我很知道怎么样面对白宫。这句话一讲出来啊，你要真的会觉得很可怕。为什么？因为代表川普大哥啊。当然，老实说，到底谁是这个爸爸，谁是儿子还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没有发挥我在美国金融界跟商业界的影响力，那都是犹太人的天下，不要搞不清楚。所以我觉得现在川普他到底他演这出戏，我跟你讲，叫做请鬼拿药单。因为他后来又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你倒不如让真主党自己解决就好了嘛，要不然就请叙利亚来解决，真的是那个真是鬼啊！为什么你知道？大家可能不太晓得，就我们大家刚刚思敏有讲了一下说，其实是30多年来叙利亚军队常驻在黎南，但是呢，他就是来了就不走了。为什么？以为他是维和啊？为什么啊？你们黎巴嫩内战嘛，对不对？那我们也在受联合国的这个请求，我们就近就派维和部队来，结果来了以后他就不走了。战事趋缓，他也不走了，一住就住了30年。你要知道，真主党就是什叶派，什叶派占黎巴嫩人口的多数。以前为了共同的目标，跟叙利亚的目标也一样啊，对付以色列，所以你驻军在这边，我能接受。可是你知道，自从阿塞德垮台以后，2024年2年前垮台之后，那新的总统叫做夏拉他就没这回事了，把这些什叶派通通给赶走。所以其实他们现在是比较不喜欢叙利亚的军队，为什么？因为两边的立场已经不一样，夏拉已经完全倒向了西方了嘛，所以川普才会讲啊，我很欣赏夏拉。我跟你讲，他这个人很精明，很能干。为什么？因为夏拉对他示好嘛。可是不要忘记，
叙利亚这个新总统，他还是圣战士出身，对，他也是一个他不管怎么样，他就是圣战士。讲穿了就叫恐怖分子就对了啦。虽然说他现在已经当了总统了，但是你把这个鬼再拿来，我跟你讲，那代表什么？黎巴嫩的人民他宁愿要什么？要真主党，也不要一个叙利亚的新总统来干预。所以川普你历史要念通嘛，那么随便找一个鬼，然后最后他说什么？他说尼坦雅胡，因为最近不是他才刚刚打了黎南，不是打死4个人吗？啊，你为了找一个这个真主党的那个恐怖分子，你把整栋楼都给炸了，只为了找一个人，把整栋楼炸了，里面有多少人是无辜的人？对，就像他，你看，就是那个在那个霍尔木兹干，不是旁边有个女子学校吗？被炸死了400人，为什么？他只为找一个 IRGC 的据点，很重要的据点，会来对付我们以色列军队的。所以我们把整个都炸了，把人家学校也给炸了。尼坦雅胡比当年希特勒怎么对付犹太人，你就怎么样对付回去，你也变成另外一个刽子手了。你说是不是？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以色列跟伊朗再度的正面的开火。这一场冲突是不是已经进入到失控升级的阶段了呢？讽刺的是，川普一边还是在喊停火啊，一边却被打脸。被谁打脸呢？因为他压不住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啊。华府到底还有没有能力可以压住以色列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现在爆出了以色列被爆出对美国的高层现在进行的是情报监控，甚至被评估为严重等级的间谍威胁。这还是盟友吗？还是美国已经被自己最重要的中东盟友给反向渗透了？这是第二个问题。最后，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美国想要用冻结的伊朗资产来赔这些受损的海湾盟友们他们的损失。这一招会不会让伊朗更生气呢？就算拿钱来补贴这些海湾国家，能够挽回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这一场中东的战火快速而且高度的持续升级。华盛顿邮报最新的报道，还有多家外媒的报道，以色列在7号当天空袭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的南部，造成了2死，而且非常多人受伤，高达了20人。伊朗火大了，直接发动了4波的飞弹空袭来做反击，锁定的是以色列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并且强调这只是针对以色列的警告性打击。如果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再次的升级，那么范围将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也是美伊4月在停火以来，伊朗首度的朝耶路撒冷的方向发动的攻势，更是近期最严重的一次军事上面的打击。更尴尬的事情是，大家还记得吗？川普不断的在美伊之间穿梭，希望能够来调停，但是同时间他也要求纳坦雅胡不准再打了。结果马上的以色列就做了一个攻击哦。以色列这话才说完，就已经有国防部最新的证实，对伊朗的包括它的中部跟西部军事目标发动攻击。伊朗方面在德黑兰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响，大家还记得吗？川普才说的，纳坦雅胡没有什么选项了，只能接受美国跟伊朗谈成的具体的任何协议。结果以色列马上打脸川普，这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伊朗跟以色列这一次再度的正面交火，冲突会不会持续的扩大？伊朗这一次锁定这个以色列的空军基地，它的目的到底又是什么？接下来的报复规模会不会像过去一样越来越大？吕舰长怎么看？我们看到啊，有关于这个以色列跟伊朗他们的战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现在看起来小打小闹，那川普想要在这中间和解，可是川普对于这个有关于霍姆兹海峡，或者是对于伊朗，他的一个所谓的中战指导满足了吗？所谓的中战指导，也就是停止战争的条件。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关于川普，他坚持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浓缩铀的部分，那第二个也就是霍姆兹海峡开放的问题。可是现在这一个霍姆兹海峡其实被伊朗发现比浓缩铀还好用啊。那对于浓缩铀来讲，也就是这是伊朗超过2代以上人的努力。那现在的那个
最高领导的阶层，他愿意把这2代以上的人的一个研究成果交出去吗？这也是个困难。所以现在川普怎么讲都不对。那川普说，有关于这个以色列，他希望以色列不要进行报复。那如果纳坦雅胡还继续的进行报复的话，那就会像过去的3000年那样，也就是不断的继续的打下去。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讲，这个是孰可忍孰不可忍啊？那他怎么会变成被伊朗攻击的对象呢？那他立刻就反击。那所以我们讲到几个重要的，无论是德黑兰或就是首都，或者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核子研究重镇伊斯法罕啊，或者是卡拉季等等的这些城市，通通都听到了这个爆炸声啊。那现在呢，我们看这个会不会继续下去？其实一定继续下去，因为美军。其实我们讲到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全世号的远征打击群，它已经回头了，也进入南海了。但是它的2艘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迪利波里号远征打击群还在这一个阿拉伯海的这个位置啊。那我们不知道这个礼拜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更新，但是它一直摆在那个位置，也就是对于川普来讲，这个就是核战2手阵那个策略，而我大棒举在那里，那我希望能够跟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对于伊朗来讲，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些美国开出来的条件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这样讲啊，西方的宾圣克劳塞维兹讲到，军事是政治的延伸。我们刚刚讲到2个部分，其实都是政治，就是有关于霍姆兹海峡，有关于这一个浓缩铀的部分，其实都是政治的部分。那如果川普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部分的话，那其实就军事行动，也就是捍卫国家利益的这个工具，不免的继续使用下去。好，所以现在美伊和谈到现在2个关键问题，至今确实仍然是无解的不管是有关于浓缩铀的议题，或者是荷姆兹海峡的议题，川普现在非常的担心。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实在是管不住以色列吗？尤其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吗？我们要来看到呢，现在这个川普要担心的，除了他管不住纳坦雅胡之外，还有来自于《纽约时报》最新的披露。他说呢，美国反情报部门最新评估已经指示了，说以色列对于美国构成的间谍威胁已经严重上升到了严重等级。美国情报界也传出了以色列对美国高层在进行的窃听行动，而且呢，这个窃听已经失控了，锁定的对象都是这些比较倾向在外交上可以降低美伊之间的一个冲突的官员，包括了川普的首席谈判代表威科夫，还有五角大厦的官员，跟多名负责中东政策的官员。再来，川普手上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国内的民调。反战的声浪越来越高了。现在只有1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赢得或是正在赢得对于伊朗的战争，有超过80%的民主党支持者，60%的无党派的选民认为这一场冲突是弊大于利的。尤其共和党的支持者也对川普表示疑虑。那现在美国管不住以色列了吗？接下来会不会就不理以色列了，干脆自己抽身，然后避免被拖进更大的战火当中？赖老师怎么做解读？美国并不是管不动以色列啊，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不敢管，或是不认真的管啊。最主要原因在哪里？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为什么会说美国完全可以管得动以色列？美国只要不给以色列钱啊，美国只要不给以色列武器弹药，以色列撑不久的。以色列事实上，它现在的防空导弹也好，它现在的武器弹药也好，其实你看都是需要美国的援助。美国上礼拜也是几百吨的武器弹药就这样送到以色列，然后由以色列来去使用。这代表什么？以色列它需要外援，而它唯一的外援的来源国就是美国。那为什么美国还继续给以色列武器弹药，让以色列继续可以发动攻击，给以色列导弹的这些元件，让以色列可以继续攻击？这个最主要就是美国不认真管，因为美国自己政策非常的混乱。美国的政策混乱，就是你会看到美国到底要谈判还是不谈判？怎么每次谈判快成了以后，然后怎么又破裂了？而伊朗这边释放出来的讯息是，
川普又反悔了。那也就是说，川普本身觉得谈判快到了以后，他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的太少了，我是不是可以再多要一点？当他要再多要一点的时候，对伊朗来讲的话，就是你变来变去，改来改去，我永远就是跟你讲，我就是这样的。那你同意的话，我们就签协议了；你不同意，那我们就不要签协议，那就继续再耗下去。可是问题是你每次都快接近了以后，你又说不要了。那这样的话，对伊朗来讲，觉得很困扰。可是问题就在于，美国这样做的目的在哪里？就是好像他对于这个战争到底要拖下去，还是真的要结束，他自己也取舍不定。因为当他快要结束了以后，人家就会看说，你这个结束的条件是怎么样，马上就会发现说，跟奥巴马时代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嘛。奥巴马也是说浓缩铀减到3.67啊。然后风度了，浓缩铀的风度减到3.67，那你现在还是回到3点多嘛，那就没有什么不一样，而且还要解除经济制裁，而且呢，你冻结的资金也要解除，那这些就跟奥巴马时代一样，那没有两样的话，你为什么要当初要撕毁这个协议？你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那这个时候，川普又守不住了，因为连攻击他的人都是他自己的前任国务卿，庞贝奥说：“我看没有跟那个奥巴马有什么两样啊。”对，所以对川普来讲，那又重新来，又重新来。对伊朗来说的话，那你莫名其妙，那就继续停火，继续僵持在那个地方。对以色列来讲，就是不希望战争停止，所以现在就赶快就再打一下。打一下的时候，如果美国真的不让以色列打，美国可以做什么呢？可以说，那武器弹药就不会再给你了。所有的东西我都不会再给你。那当然，有些人会问说，那美国的犹太人会死伤力啊？没有错，美国的犹太人有作用。可是问题就在于，美国的犹太人真的敢跟川普翻脸吗？川普如果真的要翻脸，川普发动的白人，坦白说，在美国的犹太人还是会担心他的身家的安全。也就是说，如果白人真的翻脸了，其实在德国就是一个案例嘛。德国的案例就是白人真的翻脸了以后，犹太人他本身的身家性命就有危险了。难道这种前车之鉴，在美国的犹太人，他们不会懂他们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难道真的美国的白人就跟德国的白人不一样吗？不一定不一样吧。一旦真的要翻脸的时候，一样还是可以干的。好，这第一个。那另外一个，美国敢抽身吗？美国不敢抽身的。为什么？因为美国也抽不了身了。什么协议都没谈，军队就撤走了。对，那这个川普在国内被算账算不完了，而且伊朗变成小霸王了，那谁还敢跟伊朗吵架？谁还敢跟伊朗来顶嘴啊？因为伊朗就变成你看，美国不战而退，那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了。伊朗打以色列那就不客气了。所以，除非你美国变成把以色列变成一个代理人战争，但是如果真的伊朗全力的攻击以色列的话，以色列熬得住长期的战争吗？也熬不住的。所以我个人认为，美国现在是抽不了身了。好，一方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美国它这个针对以色列的问题感到非常的头痛。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川普他要担心的还有这个不信任来自于这些海湾国家，包括了刚刚特别提到了，每当这个美军攻击的时候呢，伊朗反击的往往都不是美国自己的本土，现在呢都是攻击这些部署在中东的美军基地。哪一些国家受害最深？当中包括了科威特、巴林、卡达跟阿联这些国家。所以呢，川普现在是想要试图的这个缓解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吗？他现在想出了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方法还在研议当中。他说呢，干脆我们把呢对于伊朗这些冻结的海外资产，把它做成这些波湾盟友的战损赔偿跟重建的经费好了。那伊朗当然听到了这句话，非常的愤怒。他说呢，美国你如果敢这个转移我们的资产的话，接下来我们会做反制。如果做反制的话，受害最深的再一次就是这些海湾国家了。真的有可能这样做吗？川普，那杨老师怎么看？这是一个很愚蠢的发言，这是一个很愚蠢的想法。我听到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有公开这么讲，他说海湾国家受创，那我们就拿冻结伊朗的资产然后补偿给海湾国家。第一个，对伊朗而言呢，这是他们的主权财产，是美国非法的冻结甚至侵占。现在战争其实是倾向伊朗胜利，美国失利。然后在谈判呢，
伊朗的要求的一大要求条件就是你要解除对我们这些资产的冻结，而且它应该是首先要求美国要冻结240亿美元，在卡达有50亿，在很多其他地方有不同的数字。那这些数字其实伊朗认为这是属于伊朗的，那你非法的冻结，你现在拿它去做战争赔偿的项目，那这个完全就会造成伊朗更加愤怒，以及谈判无法进行。那你不是要谈判吗？那对这些海湾国家而言呢，他也不敢接受，因为海湾国家就是因为以为花大钱去买了一个安全保护伞，结果反而变成一个依赖的陷阱。所有美国的基地，然后呢，海湾国家的一些设施都被炸，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修复。为什么？因为荷尔蒙兹海峡还是被封闭的。所以，如果你拿这些钱去补偿给海湾国家，海湾国家哪敢拿啊？这不只是烫手山芋啊！一旦你拿了之后，你就是下一波被伊朗攻打的对象啊！美国已经没有办法去保护你了，你还敢拿这个钱吗？你拿这个钱，你怎么去修复任何你被打的这些基地或者是基础设施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那这个案子，这个想法提出来，更就加深了伊朗对美国的这种不信任。那我都要你解除冻结了，你还拿这个钱去赔偿给海湾国家？海湾国家根本不就是你这次打的战争当中的这个共犯吗？所以海湾国家也是哇吓到，这个万万不可。那基本上如果一旦拿的时候，你跟伊朗这个仇就结深了，而且会更深。所以我就说，贝森特他完全不懂国际地缘政治，我甚至都怀疑他懂不懂国际经济。他做这种想法其实要不然就是他自己愚蠢，要不然就是他真的不了解这整个战争的复杂性。而事实上，这个想法对川普和伊朗现在的谈判是帮倒忙的。没有协议也要抢浓缩铀啊！现在川普最后放手一搏，地面要来做硬闯吗？以色列则是说停火，但是呢，照样轰黎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带观众朋友特别来请专家帮我们做解读。川普公开放话，美国不需要谈判也能够取得伊朗的浓缩铀，他甚至暗示说呢，可能动用军事手段的情况之下，但是美国真的会这样子做吗？会升级为地面战，派特种部队来做准备吗？第二件事情要来关心到的是，一旦美伊他们发现了冲突之后，出现美军伤亡，这会不会成为川普他可以合法化发动战争的一个关键因素呢？这一场冲突是不是已经失控了？第三件事情，以色列黎巴嫩已经同意要停火了，但是为什么呢？以军仍然是在黎南这边持续的做地面上面的行动攻击，甚至出现了非常多的伤亡哦。这种停火不停兵，究竟是战术的操作，还是他真的没有要停战的意愿？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有关于这个美伊谈判，其实一直的关键还是卡在有关于浓缩铀的一个问题。最核心的浓缩铀到现在，川普可以说是进退两难。于是呢，我们看到他最新向媒体出了一个狠话，他说美国根本不需要依赖谈判就能够掌握伊朗的浓缩铀，只要我们想这么做，现在就可以立刻取得伊朗的浓缩铀。他还说呢，伊朗的地下核设施已经遭到重创了，要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全世界就是2个国家做得到，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大陆做得到。那么更关键的是呢，伊朗的浓缩铀，它因为大家知道它深埋在底下，而且地形非常的复杂，防卫又变得非常的严谨。美国要取得，现在说光空袭是绝对不够的，真的得派出地面部队。但问题来了，川普想要打，但是美国国内会让川普去打吗？因为我们知道呢，众院最新通过了是说要让伊朗撤军的相关表决，决定要不可以再对伊朗行动了。川普听到这个表决之后是非常的生气，他痛批这一项表决就是代表不爱国。那他也放狠话说，如果伊朗真的杀害美军人员，他就会考虑来重新开辟一个新战线。好，陷入两难的川普到底会不会奋力一搏，派地面部队来深入伊朗夺取浓缩铀？如果真的去打的话，他的挑战跟困难，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困难度蛮高的，要有几个条件形成才能夺取
在伊朗内部，尤其是他在德黑兰南部伊斯法罕的，埋在山洞这个山洞里面的这个浓缩铀，第一个要有制空权，制空权目前美国没问题，有制空权，但是后面就不行了。第一个主攻部队一定要有主攻部队，就进攻伊斯法罕，你要空降也可以，海军乱队上去也行。但是问题是，你这个主攻部队后续的战力如何是个问题。主攻部队还要有佯动部队，为什么？这个佯动是要做起底用的，还有一个牵制作战，你才可以。不然主攻部队万一伊朗大军集结怎么办？你要牵制住啊，要牵制作战啊，佯动要这边做袭扰，还有一个助攻部队要产的。这样子，这个战略展开并不是那么容易。那美国有没有办法面面俱到？你牵制作战、佯动作战、助攻部队，可不可以让主攻部队达到战略目的？问题出在这个地方。无论美国遇到3个困难，第一个，后勤够不够？你后勤够不要打哦，打一打之后我弹药不够嘞。你后面的后继乏力耶，刚开始都一击奏效，好像这个军威浩荡啊，军事盛大啊，但你后面没有后勤不行哦。这个伊朗的面积那么大，它又是在战略中枢，又不在沿海，你可以快去快走。你不是，你会陷在泥淖怎么办？对不对？会不会变成阿富汗战争第2？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第2个，代价人要多大？你今天如果是有俘虏被抓，或者是这个海军陆战队或空降军，或者后续的美国陆军上去，你要多大的牺牲代价？川普不喜欢牺牲，那你这个川普就要考量，川普的思维就会比较保守。我有个牺牲被伊朗打的话，我就准备要发动战争。我发现他对人命是很重视的。那第3个，美国绝对采取的是闪击战，快去快回，兵贵神速，未睹巧之久也。但是闪击战没有奏效，就变成持久战。持久战掉入泥淖当中，你有没有办法脱身？问题就来了，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砍掉去夺龙，美国有这个能力啦，但是你牺牲，我刚才讲的，你要付出多大代价嘛？后勤够不够？好，它的战略运输部队要就位，战略运输，对不对？战略运输一定要到就位啊，你才可以啊。那这个包含这个陆军的空降师，还有陆军的部队、海军陆战队，还有空军的掌握整个战区的制空权，通通要到位啊。美国有这个能力，我认为美国有这个能力啊，有，但是我认为这个代价太大，你要去考量到伊斯法罕是身在伊朗的心脏中心，你可以投入，但是撤退的困难度比投入的困难度来得高，美国就要评估这方面的代价跟风险。好，那同样的问题，聂老师又怎么看呢？尤其最近可以说这个美伊之间有非常多零星的冲突啦。我们看到不管是无人机啊，或者是说飞弹、港口、油轮被轰炸等等，很多都只是一些比较零星的冲突。但是有没有可能擦枪走火，进一步引发刚刚我们特别请教张将军的，有没有可能川普就说他要去夺这个浓缩铀？您又怎么看？为什么只有零星的冲突呢？因为川普没有办法打大的战争嘛。因为呢，他很想全面启动，因为他想要得到 achieve 他的 goal， 他的目标就是他一直喊出来浓缩铀，甚至于喊的飞弹，他现在你知道飞弹他就不谈，最早浓缩铀要拿到，当然后来有荷姆斯海峡的问题，川普想打啊，他不能，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很难啊，你跟人家在谈地面部队，根本就难上加难。之前不是要抢一个岛屿，要封锁他的那个石油设施，也是不可能啊，都是喊话。他唬人的情境是比他实际能做到的高非常多，但是可能唬嘛、喊嘛、威吓嘛，所以我觉得非常难。难在哪里呢？各位想一下哈，去年呢，他在加拿大还在开 G7 会议，这次在欧洲要开了哈，在6月11、18号的时候突然赶回去哦，他说哦，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回去说我2个礼拜以内要打伊朗。结果他有一个午夜啊，在午夜重锤啊 ，GBU 57 3万磅的一个，他认为可以直接深入到地深处的那个弹，就把你打穿了，你就完蛋了。我跟你讲，我多厉害。结果呢，B2风化机过去一炸，61公尺没有炸到。他说我炸到了，已经毁了。结果呢，全世界不知道，到底炸到哪里，因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这个核外泄的问题，所以他没有成功嘛，很清楚。这一次呢，他发觉有点难，他要用地面部队，不可能啊！我跟你讲，为什么难呢？第一个，他不敢啊，真的他去做的话，他必须要消耗掉多少他的军事实力，你知道吗？他还是要继续喊，知道吗？你知道他从打
战到4月7号到现在都是和谈。是谈为什么要零星的打？因为它不能再大型的打击，因为不行也不能。不行的原因是因为1973年战争权利法已经限缩在黎根镇总统当时在不该出兵。该收缩又出兵在柬埔寨的时候的那件事情，造成人家说国会有力量封锁你三军统帅该行有的最高行使权，所以他这个三军统帅没有错啊。但是你现在还要打可以，你必须用所谓的为了防御的撤退行为等等才能打。所以他每次打人家都说我是为了防御，我是为了防御。因为他不行，他能不能呢？也不能，他其实可以能哦。他如果能量能够说服，就像我们的总统如果说服国会，他要做什么都可以。他说服了国会，也就是参众议员你说服不了，你就不能。为什么？国会已经看穿了，没办法全部同意啊。现在很多人反他，包括共和党都反他，所以他也不行呢。这个法案嘛，也不能呢，因为没有人支持他。那这个东西讲不好听，他自己要去做，他就不太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当然，刚刚将军也讲到，这个国家伊朗也不是你随便可以惹的、啊。这个国家你不要小看它，我们都搞错。其实它 GDP 也不低耶，它 GDP 这个 per capita GDP 随便也是东南亚国家的3倍4倍啊。这个国家有很深的波斯文化，你知道吗？只是在这个我们讲亚伯拉罕那个体系里面，在宗教里面认为真正的宗教是犹太教，是的以色列，它比较属于旁系的。可是人家也是一个正规的，非常奉承他们的宗教精神的。这个国家除了大之外啊，它总共大有多大？台湾的50倍，这样去想就好了，好不好？那就是这么大，160多万方公里，而且它的人口大概台湾的4.5倍大。我跟你讲，它的地形崎岖，当你要怎么打，你要怎么去找到？刚刚讲它深埋在地下，你怎么去把它找出来？要派多少的地面部队？这么大的国家，请问一下，你进去就算了，如无人之地吗？伊朗革命卫队不反对吗？你知道他之前我们这个很多的媒体都看到，伊朗现在1个月还在偷偷的做，为什么？他知道你美国还要动作哎。我想跟你和谈，我也怕受伤。可是你要动作，我1个月还在生产1万个无人机啊，便宜嘛。我飞弹也做，他有付出他飞弹能力。反观美国的后勤制造已经出了问题啊！你真要挡人家的爱国者飞弹这么贵啊，动辄这400-500万美金，甚至高到600万美金，比较高级这个。好，你要知道这个问题就在美国的消耗战已经打到体无完肤啊。从某个角度是这样哦。当然，美国实力还是最强，军事实力还是最强，没话讲。他继续恐吓别人，绝对做得到，可以恐吓。可真打下去，他又受伤，打到最后他会发觉打人家一定更惨，因为他实力的越强，他一定越更受伤，他根本就不要玩了。重点就在我刚看到一个好笑的东西，他说啊，最后要把这里面东西拿出来，世界只有2个国家，你就讲你美国干嘛去扯中国呢？很好笑，对不对？我觉得这问题就在他说只有我和中国做得到。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谈中国？因为我觉得他第一有求于中国，想要中国你是不是来帮我讲讲话？我需要你。第二个呢，讲嘛，他想趁此捧一下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已经给他了很大的感受，就是说你的筹码可能不比人家，捧一下。第三个，我觉得他怕中国，他发现中国真的是有实力，他做任何动作可能要提一下中国。很好玩吧？好，一边我们看到这个，虽然说美伊说在和谈啦，但是一边是这个零星冲突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另外一头同样是在中东战线，也是说在和谈了，但是为什么又同样又有一方持续的动手呢？另外一个和谈的地方就是在以色列跟黎巴嫩了。好，结果没有想到双方说要这个发布了联合声明，同意停止敌对行动之后，以色列竟然又在开火了。国防部长说他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地面军事行动，结果立刻后来呢就是出动了他的无人机轰炸黎南的车辆，造成多人受伤，连这些联合国的人员也遭到炮击，造成了1死2伤。真主党气坏了，他就说呢，拒绝这一项停火协议，除非以色列领先全面撤出黎南。那厉将军怎么看？到底怎么回事？以色列跟黎巴嫩我认为是不可能停火的。这个现在讲停火，只是纳坦雅胡在糊弄川普而已。那你知道能不能够停火，必须由战场上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战况来做判断。那我现在将这个以色列在黎南地区的一个作战的实况跟各位观众做报告，你就知道说我讲说不可能停火，为什么？我们看一下我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以现在来讲的话，这个是以色列的国境是在这个地方以色列这是国境。那从3、4、5打了3个月以后，它推进的情况是这样的，往前面推进这个情形。那以色列现在兵力部署在这个地方来讲，它总共有6个旅的兵力，在这个地方只有1个旅，很明显的，它主攻是在右边打上去。
那以色列为什么要这样打？这条河叫做利塔尼河，利塔尼河以南到以色列的这种国境这边距离是30公里左右，这边是海法。我们经常讲说，以色列要建立一个缓冲区，就是指利塔尼河以南这块区域，它要建立缓冲区。那为什么是30公里？第一个，它有河当做一个这个掩护阵地；第二个，30公里刚好是这个真主党火箭炮的射程，也就是说，我将你真主党全部赶在利塔尼河以北，你的火箭炮就打不到我的国境之内，所以它称为这个地方是一个这种缓冲区哈。那现在来讲，以色列攻势到达什么位置呢？从这边攻势已经到了这个叫做博福特堡哈，这是很重要一个战略要点。这边是葛兰高地，这边博福特堡。这个堡哈，我看过这个，你其实各位如果去 Google 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四周你就看到，它是这整个地区啊，包括黎巴嫩，包括到葛兰高地，包括到以色列，整个是制高点在这边，在这个地方四周都看得360度，四周都看得很清清楚楚的，是砍制的一个要点。那现在以色列哈，大概在上个礼拜，它攻到了这个点，是战略的一个要点。它攻达这个点之后，你认为它会收手吗？我目的就是要控领整个黎南地区，以确保我以色列的这个北边的国境安全。那我已经打到一半，我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收手呢？所以不可能。我认为以色列紧接着下来的行动，极可能就是一个左旋的攻击。怎么讲？我从这边打上去以后，沿着利塔尼河的这种两岸哈，向这边扫荡过来，直接打到地中海以南，然后控领整个黎南地区。我觉得以色列它的野战战略，我讲的是野战战略目标，应该是如此。那他现在打到这边，你想他怎么可能停战下来？那之前不是所有仗都白打，所有牺牲都白牺牲。他打到这边，事实上他也付出很惨重的一个代价，因为黎巴嫩真主党这时候有一种无人机叫做光纤无人机，虽然说它的数量不多，一天大概只能用到10-20辆，但是我看到这个影片里面，这些飞手已经非常熟练了，它很精准的可以攻击以色列的梅卡瓦战车。那在这个地方进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知道3月底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以色列的这个付出很惨重的一个代价，总共被击灭了21辆坦克车，梅卡瓦战车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现在攻到这个地方，你认为以色列有可能就收手就停火吗？我觉得不可能。我认为他下一步是一个左旋的攻击，直接占领利塔尼河以南整个黎南地区，将这个地方的真主党全部肃清，然后以确保它这个边界的一个安全。我觉得这是他战略目标。